有个案例，一个故事啊。这个故事的名字叫白太太，这个应该有25、26年前了。那我见到她的时候呢，就是因为儿子的健康问题，她用这个轮椅车推着她的20多岁的儿子来见我，当然我就帮助了她。但是她的儿子并没有恢复到像正常人走路，他大概摇摇晃晃的可以走了。那也是这个20多岁的儿子从出生以来第一次走路，第一次用自己的脚走路。但是他得的这个病呢，称叫佝偻病，就是他的四肢都是蜷起来的，打着弯的，而且这个特别瘦，像个尸体一样。对，他那个坐在轮椅上前后都塞2个枕头，要不然的话他就会摆晃。因为帮他孩子嘛，就给他聊2句，了解一下他的情况。我说孩子爸爸呢？白太太笑着跟我说，他32岁在建筑工地摔死了。我说你这儿子的情况，过去生下来到现在走过路没有啊？从来没走过。今天你帮他是第一次用脚走路。那这么多年先生也不在了，是不是有别人帮着你伺候这孩子？不是，没有什么亲戚也不怎么往来。我们穷嘛，先生年轻就死了，所以他婆家的兄弟也不太搭理我们我们生活非常的困难，没有收入，我也只管伺候这个儿子，所以也没办法去挣钱。所以他们的生活呢，靠到那个菜摊呢、餐馆那个地方去乞讨的，还得推着这孩子。那种小摆摊的卖菜的地方，所以大家觉得可怜，会给点菜，给点粮食，是这样的生活。我说这伺候孩子累不累？他就笑了，不累，就那样。为啥呢？习惯了，20多年了。他你也没有收入，这样生活不觉得苦吗？那不苦，特别好玩，特别不苦。我不敢再问了，他在那笑着，把我给笑哭了，我听不下去了。一般人说到自己的痛苦与悲伤都会哇哇大哭，矜持一点的人会抹抹眼泪，这个一直在笑。其实他的精神都崩溃了，他苦到了极致，他觉得哭有什么用啊？谁也帮不了我。我儿子大小便吃喝拉撒都得我伺候，我哭过无数次了，能解决问题吗？这突然一觉，我干脆笑吧，见谁跟谁笑。想帮他的人要不懂事的，一看他一直笑，以为他过着幸福的人生呢。其实苦到了极致。有一位同修就问我，白太太她怎么身世这么苦啊？佛门都是讲个因缘的，因果的故事，那么她为什么这么苦？就过了2天，我轻松一点之后，我进入禅境去看她，看到就像电影一样，生起来了一些电影故事。现在这位白太太在她前一世是个男生，之前家里还有一点钱，就算是中产阶级。他父亲可能是一个政府机构的一个小职员，就是收入是稳定。可是这个孩子呢，染上了吸毒，过去黄赌毒混在一起的，这人只要是吸毒，就可能沾连着其他2项内容，就是3毒合一。就染上吸毒之后，自动染上了赌博，他到最后家里的钱都掏空了，被逼着父母亲卖房子，卖房钱花光了之后，他们家还有点农地10来亩农地，逼着父母卖掉，房产地产卖了，这孩子用来这个钱生活不会超过1年，又花光了。等把这个地产卖了之后，他夫妇2个就无脸见乡亲就流落他乡去乞讨生活，最后在外省活活冻死。在冻死之前，这对父母临走的时候是一起死的，
就是说来世我们都要讨债。今世白太太的丈夫白先生已经30多岁死的，那就是前世的被气死的父亲。坐在轮椅上的这个儿子就是前世的他气死的妈妈。那么今世成为了这样2个让他痛不欲生的2位亲人。我们的同修当时就问我，师父，你看看是不是这一世他们的伤心和债务就抚平了，就了账了吗？我再继续看，我奇怪哦，像个轮盘一样一直在转，一直到很久很久，超过10万次，再回来继续找这个不孝子来索债，来让他受折磨，就会变成一次一次的类似于白太太这样悲惨的经历。我也以为这么苦一次就了了，结果还有10万次以上。就是我们做功德和做这个罪业，它的结果就是1比1万以上。这白太太不断的轮回，就不断的受罪。当然再来世不一定叫白太太了哈，说不定是李先生的，名分改了，受苦是一样的。这样受惩罚受苦的多了。有一位同修前2天我见的，他自己告诉我，自己呢得了身体上非常严重的疾病，她年纪轻轻啊，一位女士。那我在看的时候，当时我觉得我看她的时候，我觉得不简单，因为后面有几个黑影，有点像建筑的祖庙。我说你这个病不简单，好像与祖上也有一种祖庙的感觉。祖庙没一种特征，但是像庙一样的一个形象一出来，在那写的就祖庙。我就问神灵，这是什么庙呢？怎么会写的祖庙呢？是他祖上的问题。神灵就这样告诉我。好，所以我就说你这问题不简单，不是单纯的得病，可能与你祖宗有关系的。就一声，我爷爷的兄弟，我的5爷爷，他的后代已经死了好几个了，并且我奶奶死的时候，我奶奶死在自己的生日的日子，就他的奶奶死在奶奶自己的生日，可是之后他的好几个亲戚都死在于他奶奶的生日，是不在同一年，恐怖吧？接下来还有谁死呢？越想越害怕，我就觉得又可怜，但是一追溯这个内容，也觉得可能也有它的原因吧。那怎么形成这样的一种现象呢？他爷爷的父母亲可能被爷爷夫妻俩气死的，尤其是被奶奶气死的，说让他奶奶死在自己的生日的当天。你不是过生日吗？要你的命。包括惩罚他爷爷的几个兄弟都出问题。这叫什么呢？这叫祖上追债，坑害父母的罪过。父母怪罪下来，到走的时候含恨而死，恨着你这个后代，恨你这个儿子或者是媳妇。最麻烦的是自己得病死了就算了，你的后代是一代一代出问题，我不知道几代才能了账啊，恐怖哟！所有听的人毛骨悚然了，头发都立起来了，吓得这太恐怖了。这就是现实。所以说前世不欠，今世不见。今世你的所有的亲人，往来不错的同学和邻居，都是你们之间有相欠的关系，有往来就有相欠。夫妻为啥总吵架？相欠。结成夫妻可以天天吵，有的人觉悟的早，扯呼吧，赶快跑，就离婚了，只能保条命。有的人吵着吵着，有一方咣死了，这叫死离。
离婚了叫活离，这都是有原因的呀。欠嘛，当有这样的因缘到一起，有相欠，便人一起纠缠不清，分不开扯不断。有缘的哈，不是讨债的，就是报恩的。报恩的。在我们人与人之间相见相聚，就是一种缘分。那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缘分呢？因为相欠。前世如果你偷了一块他的面包，今世可能让你倾家荡产了。因为1比1万以上的偿还呢，它会放大这个能量，就像个大喇叭一样，我吹喇叭这个口很小，放出声音是巨大的，是无限的。但是做功德也是一样会放大。有人就说了，朝佛礼敬一炷香，能得世上万担粮，这又是一种善因善果。我在佛前真诚的敬了一炷香，就让我那家族发达，也是放大呀，是吧？功德放大。我上了一炷香就得到这个好的结果吗？用科学角度来说，你们听说过蝴蝶效应吗？就好比现在在菲律宾有一只浪漫的蝴蝶忽悠了一下翅膀，结果加拿大就台风把汽车都吹到海里去了，这是有可能的。这个不是一种浪漫的思维，真实的是这样啊，就某种一个轻微的能量之后，它经过一个变化啊发展之后，就可能变得很巨大。起始的点很小，但是之后影响力非常大。如何才能真正从心底去原谅那些亏欠我的人，而不仅仅是在脑海中停留的一个想法呢？人世间最大的问题是死亡，最大的幸运你成为人类，只要活着，一切烦恼都不是什么问题，都不能成为生命中的障碍。如果你想原谅的人，一定是曾经是你的亲人或者是非常好的朋友，要不然谈不上内心中的那样的痛苦或者原谅的想法。用善心面对怨恨，面对仇恨，结果等于美好。用仇恨心面对美好，就是等于伤害，会获得灾难。用报复心面对仇恨，就等于死亡。听着有点难听，如果你能记下来，也许能救你的命。只要今天活着，只要明天早晨你还能睁开眼活下来，你应该想这个世界就是唯一，就是你的，没有什么仇人，没有什么要化解的怨恨，这样你才能获得大自在。你光想我要不要原谅他，只能说仇恨永远埋在你的心里头，哪来的自在啊？你的仇恨就会变成肉体中的障碍，甚至最终化成肿瘤啊！你知道那是毒药吗？就是叫冤冤相报，罪业越积越重，最后往下下的就越深。但是仇恨者一般不是这么想，除非听我们讲法，他才可能懂得什么叫原谅。再按照时间来思考一下，请问大家，你谁记得100年前你在哪里？那谁能设想接下来从现在算100年之后你在哪里？100年前没有我们，100年之后也没有我们，什么仇恨啊！所以要想幸福的过好每一天，每一天都应该成为像太阳一样冉冉升起，带着善良的温度来看待世界上所有的人和事，像太阳一样去原谅整个的世界，我们就会得到的是幸福和自在。
各位亲爱的网友朋友，我们还在继续学习关于地藏菩萨的经文学习地藏经。有一位普广菩萨，叫做普广的菩萨，佛长对佛说呀，说今天我看到佛呢极力的赞叹地藏王菩萨有这么多不可思议的大威力、大威之德希望世尊您为未来的众生解说一下地藏菩萨利益众生的事情，使天龙八部以及未来的一切众生呢都能够信受奉行。这时佛就告诉普广菩萨以及对大家说，听好了，我现在就为你们说一说。普广菩萨说，太好了，我们非常乐意听。释迦佛就说，在这个未来世中如果有人听到地藏王菩萨的名号后，就立刻就能够升起恭敬心，或者是赞叹礼拜地藏王菩萨的话，因此功德就能够免去30劫的重罪。如果有人以恭敬心绘画或者是塑造地藏王菩萨的像，并且恭敬礼拜，以此功德就能够上百次的往返于忉利天。因为这个佛说这个众生它这个像一个圆圈一样它是循环生灭之间。这一次死了，再转世就不一定像前世了，比如前一世是一个普通的人，但是呢得到救度之后呢，下一次就成为神，就到了忉利天就是这样往复循环的生命对，说如果你有去恭敬礼拜或者是绘画或者是塑造地藏王菩萨的像的话呢，那将来的话你可以几百次吧，能够往返往生于忉利天。忉利天可是厉害了，是佛母住的地方那个世界的1000岁形同于地球上的3600万年。说当有一天你在天上的这个福和乐享尽了之后，说我乐意到人间玩一玩也可以，到了人间就要做国王，享受巨大的福报。请大家记住这是怎么造成的呢？绘画和塑造地藏王菩萨的功德你看看，这只是做菩萨的像，画菩萨的像就这么大的功德但是造佛像也更了不起了，对不对？就是这样。这如果有女人，如果不要厌恶自己的女人这身体，如果真诚的供养地藏王菩萨的画像或者是塑像，就是你们家有那个像嘛，或者在寺院里头道场里头看到地藏王菩萨的像，如果你能够经常以香花美食衣服钱财珠宝去供养的话呢，那么这样的话，这个女人佛说得很清楚，此生之后在未来世之中就绝不会投胎到有女人的地方。因为你不要厌恶女身嘛，所以你不但不是女的，你去的那个地方根本就没女的而且更不会做女人了。除非这个人他发愿说我要利益众生，但是我觉得我这一次我利益众生的这个身体呢，我愿意是以女性这个样子，比较漂亮吧，比较美丽，是吧？我这样接近女士众生的话也比较方便，那你才可以成为女人，那否则的话你永远做男的。好，还有佛在说，普广，如果有女人嫌自己比较丑陋又多灾多病的，可以在地藏王菩萨像前恭敬礼拜供养地藏王菩萨，哪怕只有1小会的时间都可以。那么这么1小会的恭敬之心会出现什么样的功德呢？是此女人会在100千劫的生命轮回中会成为相貌圆满的人。
如果这个女人还将来想继续做女人的话呢，将来就会成为什么公主呀、王妃呀，或者是高官的女儿、大户的千金小姐，而且呢，生出来是就端庄美丽你看这多好呀！怎么变美呢？就供养地藏王菩萨赞美地藏王菩萨就这么大的作用力佛接着说，普广，如果有人能够在地藏王菩萨像前演奏高雅的音乐，或者是唱出美妙的歌声，或者来赞叹地藏王菩萨的功德，又以种种的鲜花香品来供养地藏菩萨的话呢，而且不仅自己这么做，还劝说或带领引导别人也这么做的话，像这样的人在现在和未来世中，请记住这个时空感在现在和未来世中是常常会得到百千鬼神的守护鬼神呢，白天别人神值班，晚上鬼值班，反正都守护着你，保护着你这多牛所以就不会有任何坏事发生。你看看，就得到鬼神的护佑的会，这太厉害了普广在未来世中，如果有恶人、恶神、恶鬼看见善良的人们恭敬皈依、供养、赞叹、礼拜地藏王菩萨的像，那么这些恶人、恶鬼用讥笑的、讽刺的诽谤的话，甚至是有人还会当面大笑，或者是在背后的讥笑诽谤，还有劝说他人一同的讥笑诽谤的话，或者产生诽谤的念头，像这样的恶人一直到永远都会落入无间地狱之中，饱受各种各样的惩罚煎熬，而且永远没出头之日。像这样的大罪，就在地狱里头受完一切的这个受罪的结束果报之后，再转生到恶鬼道之中继续受苦，又经历了1000大劫之后，1000大劫大家别算了太阳系已经爆炸好几回了那无数年之后还要转生到畜生道，在这样的畜生道中又经历了1000大劫之后，方能得到人身，并且成为极其下贱的人甚至成为残疾的或者缺胳膊少腿的这样的人，并且这一辈子一辈子的总是挨打受骂受折磨并且还多病多灾，还有不久之后再一次的落入到恶道之中，又重回到了无间地狱，是吧？又继续苦苦，从这个地狱到那个苦间，就是这样永无终止。所以普广这个讥笑毁谤这个供养礼拜地藏王菩萨的人罪业就是这么大，何况说还有人是自己直接冷笑污蔑诽谤地藏王菩萨的人，那个罪将有多大呢？请大家清醒一下刚才受到这么多的无间的罪这个煎熬，几乎永世不得翻身，对不对？他只是犯了什么错呢？只是讽刺、讥笑，甚至是瞧不起、污蔑这些恭敬赞美地藏王菩萨的人，就会有这么大的罪过。何况你是直接污蔑、讥笑、讽刺、诽谤地藏王菩萨的人那太可怕了。那都不敢想象你会得到什么样的惩罚反正佛经里就这么说的，我深信不疑。接下来佛说普广在将来世中若有人由于得病长期卧床不起，求生不得，求死不能非常惨痛，并且呢还常常会梦见恶鬼，甚至是梦到已经去世的亲人，在这个梦中呢常常和
恶鬼或者是已经去世的亲人亡灵在一起游历各种非常危险的那个环境，或者经常被鬼压身，或者鬼把你折磨得动不了，与鬼同游等等。像这样的情况，如果经过很久的话呢，会把这个人折磨到这个骨瘦如柴。过去我经历过2个这样的人我帮过他们，真是很难帮了那已经几乎没法救对，病病殃殃的，成天躺在那叫苦连天，悲惨极了。这些都是因为这个人的今世或过去世中造了种种的业，到了临死前，为了要确定被判定到去哪个世界。大家看过那个《与神同行》的电影吧，是吧？人死了之后呢，就是刚死之后要等到判决，判决的你去哪个地狱或者是天国，要有个被审判的过程。在等待这个在被审判的这个过程时间之中，这个人可能会长期的卧床不起，正在等待判决，所以就求生不能，对，疾病不能康复，求死又死不了。而在家里的男女老少呢，就是普通众生根本不懂这件事儿，不懂这个道理，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很多人其实我也接触过，说他已经那个魂识几乎都已经离开了身体其实已经应该走了的但是呢他又不走。从医学角度来说他有心跳，脑波也有，这就判定是活着但是确实活不过来，确实也不能康复。真有这样的人如果遇到这种情况的话呢，家人要赶紧在哪一尊佛也可以，他是在佛菩萨像前呢，以恭敬心高声诵读这部《地藏菩萨本愿经》要高声诵读，或者呢拿出病人最喜欢的那个东西，他喜欢其中一个珠宝现在来说喜欢哪一部手机也可以，就是他的个人的一个信物，或者衣服，或者庄园，或者是房屋等等的，还要对着病人高声说，因为病人他在这种状态之中他可能听不到的，所以一定要高声大声的说我某某人，或者为了救度你，所以现在我恭敬的对着你读诵佛经要大声说出来现在恭敬的对着佛经和佛菩萨像前，用这些财物来供养佛菩萨像，或者是去供养发心造佛塔修寺院，在佛前供灯，供养佛道场。像这样在病人面前大声说3遍，一定要让病人听到。如果这个病人已经病得很重，乃至失去了知觉了，一直到断气，就是到死亡断气，像这样高声念经，连续1天到7天才是最好。那么这个病人在命终之后，所有他过去的重罪乃至于是他犯下的大罪，是进入到五无间道的那个大罪都能够获得这个解脱，并且在以后转生之后还能常常知道过去的这些事情或事情的由来。佛接着说，如果说有人能常常亲自抄写这部经，或者请别人代为抄写，或者是自己塑造和画菩萨的形象，或者请别人代为塑像和画像，那么所得的这个善报必定能使此人获得巨大的利益。因此说普广，如果见到有人诵读这部经，哪怕是升起一念的赞叹，你应该想方设法来劝此人要保持精进恭敬之心，千万不要退转，这样做可以得到
现在和未来不可思议的功德。还有普广，如果在未来世界的有些众生在梦中见到鬼神及其他种种形状的众生，就是在梦中梦到鬼神或者是长得很奇怪的那样的生命有的悲伤，有的啼哭，有的忧愁，有的悲叹，有的恐怖害怕，那些鬼神都是这些众生前世的亲人比如说是父母、兄弟、姐妹、夫妻、叔侄等等，就这些亲人，和你有亲缘关系的人，或者是夫妻相爱的关系的人，他们堕入到恶道之中，没有办法出来，找不到这个出路，所以他们才来找你，才在你梦中示现。普广菩萨就你应当告诉这些众生，劝他们做种种的功德使他们往生的亲人能够脱离恶道。好，佛在对普广菩萨说，你就应当用你的神力，让这些活着的亲人在佛菩萨像前恭敬地亲自诵读这部经。主要就是谁来诵读呢？这个做梦的人。不认识字儿的人呢，可以请人来代读，读3遍到7遍。读完经后，那些恶道的亲人呢，就应该得到解脱了。你看这部经多神圣啊！你看诵读这部经的本身都能去度化自己的亲人，对，超度，不要在这个地狱受苦了。哇，这么重啊！功德太大了如果这样读完之后呢，地狱的亲人就解脱了，以后你就不会再梦到同样的景象了。他们就解脱了，他们可能转世到天人或者转世到富贵人家是吧？就是这样。另外普广，倘若以后有人出身下贱，当什么奴婢，当奴隶，或者是他的身体状态非常的不自由，常常被束缚制约的，那么这个人觉悟到这些都是因为自己过去的这个恶业想要忏悔，他们可以在地藏王菩萨像前恭敬礼拜1到7天，诵念地藏王菩萨名号，就是不念经诵菩萨名号都可以，要诵满10000遍。像这样的人在这一世这个苦报受完之后，在未来的千万世之中，可以经常出生为尊贵的人，不会到3恶道中受苦了。这太好了。你不会读经的话，你就是诵念地藏王菩萨名号都可以也诵念咱们这个地藏王心咒就更厉害了作用力就更大佛还在接着说，普广这个以后无论任何的种族阶级的人有这个刚出生的这个婴儿，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在出生后7天以内，应当呢早点为孩子诵念这部经典，要为孩子诵念地藏王菩萨名号满10000遍，请大家记住。那么就以此功德，这个孩子过去世的罪业罪报就能得解脱了，就他这一生就自然就会比较顺利开心健康长寿富贵吉祥都有了他们将平安的成长，容易抚养，还会延长寿命。如果这孩子本来就是有福的人呢，就以此这个功德呢，他们会更加健康还会延年益寿的，好上加好还有普广每个月都有10个斋日。那么10个斋日是哪些天呢？就是中国这个阴历的初1、初8、14、15、18、23、24、28、29、30。如果是小月呢，就改为27、28、29。
中国农历当中分大小月这十斋日呢，是各路的神灵是对众生评判。一般的众生可以说平时的起心动念和行为其实都是容易造业的，更何况是故意杀生偷盗邪淫妄语这个罪业实在太多了。几乎我们大众在想做一件事情的时候，都是为了让自己好，或者满足自己的某种欲望，满足自己的胃口美丽、金钱、权力、荣耀等等。当为了满足自己的时候，常常呢会伤害到别人这样就会有罪过了众生因无明而犯下种种罪业，堕入地狱中承受刑罚。在人世间，我们也会遇到种种挫折甚至灾难。请问师父，这些是否也是由于之前犯下的罪业而导致的呢？对，那我们这个人世间本来就是因为我们的曾经做的错事而产生的这个业力的显现应该叫果报所以使我们的人生不完美确实有很多人一直处在这种拼命努力工作，但是就是不开窍不开悟，做错事说错话，投错资买错房，入错行嫁错人吃错东西做错一切该做的好事对，其实这些倒霉事这都是我们功德不足造成的。有个网友给我来信，就说我的师父你看怎么回事，帮保佑我我连这3次这个试用的工作之中都不到1个月就让给辞回来了，这是走的什么运呢？但是我觉得还是欠缺点做功德。还有一个网友来信，他急了，就说是师父这个我的儿子高考，他们全省大概60几万考生，他说我儿子才考了全省的第1万名，60多万考生他考了第1万名，你们觉得怎么样？这够好的了，相当好了，对，就是我觉得这样。最后我说看你儿子长什么样，发个照片给我看这全家福。我一看儿子的相貌来说，考这个已经相当不错了，我们就没法说，因为孩子他那个智慧未开能考这么多，这已经忽悠了。这不忽悠的话，我估计是68万名。我们再讲讲这个祖宗英灵的事情。前2天有一个网友来信说，他之前呢就是大概1个月里头有那么2、3回，就是有鬼压他身动不了，想喊不了，但他能看见那鬼在走路那个鬼影子好几个影子晃来晃去他在梦中弄得他特别不舒服，他早晨起来像睡不醒一样，眼睛都睁不开，眼皮都懒得睁他一描述这个情况，我就知道这也叫做失魂。谁拿走他的魂呢？祖先不开心。那个原来他这个失魂与祖先有关系，可能他前世我觉得一直到推到清代，也150年前，他就不孝，就曾经在那一世当中，他的亲生母亲因为他们结婚的矛盾的，他找对象结婚的当中不愉快嘛，他亲生母亲为此上吊自杀死了。就是那一世，当然这一世他根本没这事儿虽然跟我学佛，但是你还没有彻底的去为你前世的父母做点什么功德，对不对？他死了之后，他还没有得到解脱，因为他是自杀死的，所以你要为他做功德，为他念佛，为他做功德，为他点灯，最起码甚至是为他给这个道场多做点什么。因为他这个妈还没有真正彻底解决呢，虽然现在没受大苦，但还是在地狱你要做功德，凭着你自己对母亲的良心，这不是你今世的母亲，是你前一世。所以我们在写超荐牌位的时候，都是写前7世父母，7世乃至到历代祖先历代父母
这是很重要的。对，那么还有的呢，有很多女士头痛和睡不好觉，还有腿痛、腰痛、腿痛、妇科病，有很多是因为什么呢？你那个流产孩子长期他得不到解脱之后啊，他一直抓着你不放的时候，就会让你变成病态。有一些就给托梦给妈妈说，你凭什么把我给杀了，不要我，对吧？他有个怨恨之气不走。当这个孩子尤其是超过6个月以后，6个月他身体基本上长全了，就是比较小，对，他是这样。有的时候你就怨恨啊，怎么办？做功德，就是为他做功德啊，让佛帮着来超度，要这样子啊。这几天我们在文化华坛呢，已经接触4位女士寒冰掌。寒冰掌是5公里的，是不是啊？这个不是，是流产造成的。流产的次数多啊，以及呢，当时流产之后身体没有得到很好的保养，变成寒冰掌，这有时一辈子不出汗啊。还有呢，那也不是干活累到相当程度，一滴汗都不出。有的是修炼八卦好了，有的个别的修炼八卦都好不了。那怎么办呢？做功德。还有，当你有这个寒冰掌的时候呢，还有一个问题，这个不是普通元气的问题，而是灵魂问题啊。怎么办？做功德，还要避邪气。还有一些和你有些恩怨的一些灵魂哈，还有一些冤死鬼找地方等着人啊，你路过我就扶到你身上去。还有这样的，这也是一种因缘，但是他可以找任何人都可以，不一定找你，对不对？那你还要避这个邪，就是你身上要有法宝。大家在电视上看到吧哈，法宝的话，你像不同教派的有不同的法宝，你看有十字架的啊，有佛珠的，有金刚杵的，还拿着钵的啊，对吧？还有佛像的，这都有，还有师父加持过的东西。尤其是在佛教之中呢，真正大师父他要修行的，他这个修行之后接触过的东西就会获得这样的佛光加持。所以你在家里和身上也有这样的宝物啊，你身体体质敏感一些啊，要顺利一些，你要有这些宝物护身。我们靠自己的力量，人生的很多的问题是对付不了的，因为我们曾经的业力的呈现，这种好事总是把握不住。这个有福的人呢，这平常可以糊涂，但是做大事的时候他特别清醒。比如说婚姻的时候，职业的时候，投资的时候，买房的时候啊，这个嫁人的时候都是好的，这叫福气。就是你真有那个福气福报的人哈，做事不需要动脑的。就是关键时候，有时候你的这个嘴要说的话，你要动脑所谓判断的这个选择，是吧？比如说你要买房，哪个风水好，其实也不会看，甚至风水先生都看错了，你就会买到一个最有福气的房子。你自己很莫名，因为大脑中的一个选择说就是它了。可能地产经纪都觉得这个房子一般，对不对？但是好风水不是一般地产经纪能看得懂的，也不是一般风水师也看得懂的。他有那个好福气，他住的那个房子就是一个好风水的。还有大家都讨厌的职业，可是你就想我就要做这个职业，也不是任性，就是到最终做出必须选择的时候，你的手就指向了它，那它就是好的，功德福报来着啊，真的是这样。这个与聪明没什么关系。我们所说的一般的聪明智慧啊，通常是通过说，比如说人考试分数高，有2大原因造成的。第一个就记性好，老师说的记住了，复习2遍的记得特别清楚，对不对？考试就对了啊。还有呢，脑子清醒，逻辑判断能力很强，比如做数学题，对不对？一看之后，一思考觉得是那么回事，就出来了。但是呢，好运气和判断，你可以没判断力，但是神佛领着你判断那个东西，就点那个。我这个很多年讲法的时候，我觉得我说了半天我都没有思考过。我说完了之后还挺佩服自己，我说的还挺好的啊，这谁让我说的？就自己也不知道，就说出那些话。这些东西不是你自己要判断来的，
就你有那个福气，神佛带着你去做，就是这样的，这是大福气哈。曾经一个菩提的这个女师姐，她就跟我说她老公说，嗨，她当时是个乡巴佬，我是个城市的，我爸还是干部，我这些着了魔似的时候，我就看上她。人家这个城市姑娘哈，我们这位女弟子，她这个长相还是不错的啊，对，当然学历也不错。因为这个父母啊、朋友都介绍3个对象，3个小伙子给她，也都是各种条件都很好的，对不对？可是她就看上了其中一个刚从农村来2年到城市的人，她就看上他啊，现在是那个省的首富啊，这没办法啊，所以她经常给她老公一发脾气，说：“哼，都是我有福气，你看，把你一个乡巴佬啊变成全省的首富了。”是不是啊？你看我多有福啊！还真是。所以我们这位女弟子聪明归聪明，她说我就没有判断，我就是觉得她好。她说人家其他几个人长相呢、家庭背景呢、是吧、学历呢，都是不差的，怎么就觉得她好呢？这叫福气。所以菩提弟子哈，要觉得哪个人要结婚那个对象好的话，那个人就有福了啊。所以这是修来的呀啊！我们现在也在修啊。你说我怎么修啊？现在跟着我听听上课都是在修，懂得这个道理照着做，这就是修。那一念慈悲善念升起就是修啊，就是这样子。那接下来呢，我们大家继续用最真诚恭敬的心诵念地藏王菩萨心咒，我们越是恭敬，越是真诚啊，那我们的祖先，我们往生的亲人，我们在世的自己和在世的一切亲人，都能获得无边的利益，获得无边的功德福德，让我们活得更幸福自在健康啊！好，现在就开始诵念。哈哈哈，为什么耶娑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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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为什
稣，哦，哈哈哈，为什么耶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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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哈
什么耶稣哈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哈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哈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哈为什么耶稣哈哈，为什么耶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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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
么耶稣？哦，为什么耶稣？为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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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么耶稣？哦，为什么耶稣？
么耶稣好？哈哈哈，为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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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么耶稣好？哈哈，为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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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么耶稣好？
为什么耶稣？哦，哈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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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
为什么耶稣哈？哦哈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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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耶稣哈？
什么耶稣好？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好？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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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好？哦。
梭哈，唵哈哈哈，为什么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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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梭哈，唵哈哈哈，
梭哦，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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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耶稣好？哦，哈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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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
将此念佛功德回向法界，愿我们一切大众离苦得乐，消灾去难，一切疾病都要康复，一切疼痛消失，一切邪气消失，一切灾难厄运消失，一切不如意消失，愿大家健康长寿，消灾灭难，得到佛菩萨护佑，得天龙鬼神护佑，永远幸福自在。你们这个人生在世啊，烦恼太多啊，这我们的业力太重啊，所以的话呢，多做功德，让往生者啊能够脱离三恶道啊，到好地方去。让我们在世的人呢，就活得更健康、快乐、幸福啊，能够随顺自己的心愿，就是期望是，让每个人都得到佛菩萨的这个福祉利益。好，愿大家都能够如意吉祥，收到；健康长寿，收到；幸福快乐，收到。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感恩师父。现在我们开始收工了，搓搓手，把手搓热、搓烫，搓搓脸，双手从下巴到额头，再到脸颊，似哀非哀。再把手搓热、搓烫，干梳头，将食指岔开，指肚适当的用力，手指从前发际梳理到后发际，搓搓手，由上而下拍打全身。先拍打头部，两手手腕放松，在松静的状态下，适当用力拍打。拍打左肩，再拍打右肩。
接着拍打前胸，再拍打左边腋下肋下，换右侧，拍打右边腋下肋下，接着拍打腹部，双手放松拍打，慢慢起身，向下拍打大腿前侧、膝盖、小腿、脚踝、脚背，轻轻拍打后腰，往下拍打臀部，按顺序再向下拍打大腿后侧、膝盖后侧、小腿后侧、脚踝、脚跟，继续拍打两腿的内侧和外侧，先拍打左腿，两手腕放松，稍微用力由上而下拍打，再拍打右腿，继续拍打两手臂，先拍打左手臂，再拍打右手臂，全身拍打完之后，搓搓手，再轻轻地按摩全身，双手似挨非挨，观想，将我们刚刚拍打出来的灰尘轻轻扫掉，扫除烦恼，我们变得健康快乐。同时意念收收收。今天的课程吉祥圆满了，我们明天再见。盂兰盆节在佛教中是超度与解救往生亲人的殊胜日子，在这个季节，我们尤其要为他们供灯，送去光明、富足、安宁。今年，无论你身在何处，都能为祖先献上一份佛光加持的超荐灯。菩提禅修学院特别推出盂兰盆超荐灯，祝往生亲人早日超度，离苦得乐。把握这一年一度的良缘契机，立即参与，让你的诚心化作祖先的安乐，也成就家门的兴旺。小小的红点里，人
人生就此欢喜。我快乐了，我健康了，我幸福了，我美丽了。在茫茫人海之中，让我与你相遇。小小的红点里，人生变得神奇。我智慧了，我宽容了，我慈悲了，我自在了。